OK。走，小编大人走。走。我今天是来学习的，哎，跟各位学习的。那我们等一下就是，那我今天其实我是来学习的，来跟各位学习说，大家遇到的问题是什么？那我们一起来讨论说，可以怎么样来帮助这些青少年，12到18岁的。那我们要了解他们的问题哦，我们要先了解他们的发展啊。我今天讲3个面向，第一个就安全，第二个是自我发展，第3个叫做3A 的疾病啊，3A 啊，3个 A 了哈。第一个安全哈，你知道小 baby 哈，婴儿哈在地上爬，他们爬哈，在6个月以前哈，他们是不管人的，他们也不会爬。6个月以前谁喂他奶都可以的，不认人的。但是到半岁到2岁，尤其到2岁是一个高峰期，超黏人的，不黏人有病啊，不黏人有病。那个妈妈抱他，然后不抱他就哭了，这样子，没看到妈妈就哭了，不哭的有病。好啊，你不要说太黏人，我跟他再大一点哦，跟阿公出去也可以，跟阿妈出去也可以的。但是他2岁到高峰，一定要黏人啊。如果没有人给他黏，他就会很不安全感，而且是一辈子不安全感。永远不安全感，找寻那个不知道哪里的不安全感，这样了解吗？所以说，哎呀，这个请保姆带啊，保姆带4、5个小孩，没有安全感，没人可以黏啊。所以有些妈妈哦，宁可去上班，不想在家里带小孩。我跟你讲，你要为2岁的小孩付出啊，要请育婴假来带2岁的小孩，前后啊。你知道那个狗哈，如果你出去遛狗，那狗一出去很开心，一直跑。那狗跑，它会看主人在不在嘞。然后如果主人在，它就跑更远；如果主人不理它，它就在旁边跑。婴儿吼，你给它放在地上爬，它爬，它会看有没有人在看它，那个照顾者有没有在看它。如果有，它会爬远一点；如果没有看它，不敢爬太远。所以一个安全的探索。没有安全是没有办法探索的，所以如果你没有给他这种陪伴不是在那边玩手机，你就看着他，他觉得你有在看他，他会爬远一点。OK， 所以没有这个安全感哦，第一关先挂掉，第一关就挂掉了。到了这个慢慢的探索哦，到学校去，这个开始会有表现好，表现不好。表现好，表现不好，表现好就鼓励，表现不好就处罚。是谁教你这一招的？表现好要鼓励，表现不好要处罚。是谁教你这一招的？本来就应该这样做，对不对？但这是一个招数而已的，没有人教你这一招。说在上班的时候，表现好要鼓励。表现不好要处罚，天经地义啊！是谁教你这一招的？你把养小孩当作养员工一样，好，表现好要鼓励，表现不好要处罚，这是领薪水的，这是交易，你知道吗？交易的爱啊，爱是交易的嘞。你对我好，我爱你；你对我不好，我处罚你。这是交易的爱啊。这是被禁止的，这是被禁止的。我们要的是 unconditional love， 没有交易的，没有条件的爱。这是延续刚才讲那个安全的，刚才安全就是陪伴嘛。第二个就是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爱就是我容许你做错，你试试看啊，试没关系啊。那本来就应该要试的啊。家庭本来就是容许做错的地方，即使到学校也是容许做错的地方。如果家庭跟学校都没有容许做错，
一直靠这种处罚跟奖励，好，一个人好不会发展的，那是机器人的教育啊。我们如果今天要养一个工程师啊，养一个律师、医师什么什么师，那当然用这种生产线的方法很 OK 啊，做得好鼓励，做不好处罚。考试考80分，哦，打2下这样子，这个就是工程师的教育啊。如果你今天养一个老板、创业者，不是这样的教育啊。那台湾当然从农业社会转型工业社会，需要效率嘛，每个人都把事啊考几分，考几分，然后考100分，好去买奖品，考30分，你白痴啊！好，这些就是工业化的教育，为了效率的。如果你想，因为你喜欢你的儿子或孙子以后当工程师，好替人家做事的、打工的，那就这样教，好好听话，从小就是听话。学习听话，然后上班好好听老板的话，叫你做多少就做多少，不要抱怨，加班就当做功德，好，这样的教法，你就是要养一个打工仔啊，不是在养老板，这样知道吗？那平常就给他规矩，好，10点要睡觉，现在就要睡，好，不可以吃甜的，不可以吃巧克力。一切都用规定的，管理方便嘛。我说了算，我是妈妈，我说了算。哦，叫你要这东西要收起来，我讲几次了？结果小朋友说3次。其实妈妈不是问题，妈妈不是在问你讲几次。妈妈虽然看起来很像一个问句，讲几次了？就小孩子想很久，应该是5次吧。你都用管理来取代，你就是养出一个好员工啊！你干嘛苦心的帮外面的老板养员工呢？养一个认真的员工呢？你没有养老板，对不对？因为从一开始养小孩、养孙子，你就没有要养老板的，你是替外面的老板养员工啊，所以你就给他这些管理。到底怎么管理呢？比如说，你说我的儿子好，孙子好。然后就说，我们几点睡觉比较好？好，那我们一起来讨论。你说，太晚睡可能没精神，太早睡又不甘心，我们来讨论几点睡。你说，那我们10点半睡好不好？好，那如果有什么什么可以看，我们就9点半，什么10点半。好，我们2个说了算了哈，那就先这样定了。那这个我们一起定的，我们来执行。好，讲的就要做。哪有人去跟小孩子谈判的啊？你说干嘛这样跟他谈判？因为我把他当老板养 ，OK？ 我把他当老板养，那这小孩子就说，凡事都是谈判的，凡事都可以协调的。3岁4岁小孩，你跟他协调，你讨个派系，他看没有派系，你就是要养老板，不是养员工。所以我刚才已经讲了3招了哦，都跟安全有关的哦。这样大家可以了解吧？好，所以有一个人去做一个全人中学，陈延平校长在苗栗卓兰，1995年开办的吧。他说这些全人中学小朋友来老师的责任很大，因为他们很自由。学生越大的自由，老师的责任越大。在这么自由的学校，老师的责任就异常的大，这样了解吧？所以说这个麻烦全部都照规定的，那就去念一般的学校就好了。好，所以你要给他们安全、自由的探索，承担的照顾者、老师责任就要越大，他们管的。第二个，他们的秩序，小学生会乱啊，他们就是一起定秩序、管理规则，大家一起定的哦，定的就一起遵守哦。规则就是一起定的，人家就这样做。好，那我刚才讲安全讲完了，我讲那个自我发展。一开始小朋友连自己存在都不知道。你家里如果1岁的小孩你给他看镜子，那他不晓得那个人是他嘞。
那你给他抹一些那个脏的在脸上什么，他到大概接近1岁的时候，他才会发现，我被抹东西了，我的鼻子被抹东西了。你给他戴一个帽子，我戴了一个帽子了。这个只有人类才有的能力呢。那个你放一只公鸡在上面哦，他以为遇到一只公鸡嘞。海豚是懂啊，所以只有高级的动物才懂镜子里面的是它，存在感啊。好，有人没有存在感呢，有一辈子这个都没有自己的存在感，因为他的发展都被压抑。我存在，第二个是我拥有，不晓得自己是谁啊，所以他就需要靠外表来代表他是谁。比如说他喜欢弄个发型，好像放映师就很好认嘛哈。然后有人喜欢买衣服，穿那个特别的，好买名牌球鞋。然后如果到贵妇会买名牌包，好你买那种很好的包，质地很好的包，很好用的包没有用，因为人家不晓得，你一定要买名牌当季流行的，一拿出去，大家说这是最新流行的嘞，拿出去很有风，就是靠拥有的外表、拥有的东西来标签自己是谁。所以进入第二阶段，我是谁？从我存在变我是谁？青少年专门干这件事情。比如说你现在要去买球鞋，你跟他说这个球鞋比较好，比较耐穿，然后他不要，他一定要买那个人家同学都在穿的3000块的那个什么名牌球鞋。你说那个东西只是有迷，我妈妈跟你说买牛头牌的最好，而且要买大号一点的，因为你还在长。小时候都这样买球鞋的，对不对？他不要，他觉得很痛苦，他就要买那一双跟同学一样的。结果你不给他买，你扼杀他自我成长的机会，扼杀自我成长的机会。那是第二阶段，有人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哦，他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哦，他用他拥有的东西来证明他是谁。他会买跑车、买豪宅、娶漂亮的老婆，然后跟你说他认识谁，谁跟他谁关系很好，他什么学校毕业的，然后他怎么样，这个劳力士手表是什么绿什么的。我跟你讲，他们都用这种东西来标签我是谁，就好像一个人是空的，然后他的背景是黑的，然后用背景来彰显他的存在，他是谁。那到下一个阶段，青少年结束以后，就开始这个我是谁一直到成年人，他开始有他个人的价值观。然后我喜欢什么颜色的，我喜欢怎么样的，是个人的喜好、审美观。这些东西慢慢的建筑他自己。我是一个内向的人，我是一个外向的人，我是一个静不下来的人，我是不喜欢跟人家在一起的人。他慢慢的发现自己，填充进去。其实这也是一个迷信有人都觉得自己是谁是一个迷信。所以说开始给自己灌一些迷信。那这一直走到50几岁，一直都很明显的让他知道他是谁。那50几岁以后就要进入第4个阶段了。这个阶段很多人都不会走到这里我消失的阶段，我消失的阶段。如果以佛教来讲，就是无我的阶段。从50岁到80岁如果你没有走无我的阶段，大概也是过得不开心因为你开始要证明自己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不老的人。你出去外面呢就要当老大，连出去做善事都必须要以他的意思为那个这个我跟各位分享跟各位教你怎么做我认为这个方法最好怎么样？大家都要听我的，因为我有钱因为我怎么样？这就是张牙舞爪的去做好事他其实不是为别人，他是为自己所以他一直想要撑到最后，他开始去跑步去骑脚踏车去练日文参加邮轮的旅游他做了很多事情呢，去证明自己是青春不老的。那他一直延续到有一天，他终于老了，断崖式的衰老，或者是突然发现一个肿瘤，或者是肝不好，或者心脏衰竭，那他发现撑不住了，很痛苦，从黄华要落下来，
断崖式的很痛苦，他觉得没办法接受，至少痛苦个5年10年，一直到撑不住走人。好，所以这个就是没有走我消失这个阶段了。我消失这个阶段，所以这个我是谁哈，到我消失啊，是大家有点不知道的坎啊，不知道的坎。你在肉体死亡之前，就是你死掉那一天，精神要先死亡，你这个人要先死亡，你是谁要先死亡？大家先死20年，越早死越好，无我的方式啊。今天如果我演讲失败哈，我就会说，今天是几号？8月14日啊，8月14号，8月14号那一天，方世清医师演讲失败，我自己说的，但是我不悲啊，因为到明天我就8月15号了，8月15号的方世清不悲，8月14号的方世清演讲失败，这样了解吧？我就会跟你说，我跟你讲8月14号方世清演讲真的是好烂，没准备，然后乱七八糟。我跟你讲，谁讲的？我讲的。所以你不要去背昨天的你、以前的你，你就去开玩笑那个他以为他可以，事实上他撑不起来啦。所以这个就是人的自我发展的过程。发现式的自我发展还有第二个理论，我们人大脑的中间脑干、桥脑，这个是生存的。我们爬虫类就有这个生存脑了，它每天就是这东西可不可以吃，好，哪边比较凉，去乘凉一下，好，然后就是乘凉，吃东西乘凉，他们也没有什么主要目标啊。生存脑也很好啊，无忧无虑的啊。有人一辈子白天就要出去上班了啊，然后下班回来很累啦啊，这就是生存脑，生存人。第二个脑的在上面一点，就是那个中间那一个带，叫做情绪脑。情绪脑，本来好的事情就要做，不好的事情呢就不要做，连爬虫类都知道。但是有人把这件事情放大了，他的趋吉避凶啊，特别的张扬啊，那叫情绪脑。好，那个哺乳类的就有这种效果的，他们情绪很大。你看那猴子，凶就很凶，所以他们把事情更放大了，他们情绪很大。所以闲闲的人没事做的人，有时候情绪是比较大的。他们情绪是这样就是说，这个人看起来有点料，有点东西，家里比较有的，那就跟他交好，你知道吗？常常用赖问候啊，这个人讨厌，又可以欺负的，那就好好欺负一下。这个人呢可以巴结，就好好巴结一下。他们其实比较不用上班所以他们每天坐在，这个要送个礼物了这个吃饭要不要约他之类的，这叫情绪脑。有人这方面做得很好做得很好，社会都是这样架构起来的那这样子呢，有时候会翻船会翻船，就是情绪他没办法平衡的很 OK。到了大概40、50岁50、60岁，他就不知道该怎么过日子了。钱也有了，家庭、工作、朋友都有了。这时候要走到下一个叫信念脑，就是我们大脑的皮层，你都没有用到，信念脑就是为了信念什么都可以抛弃了。就像各位来做志工，自己的时间，因为你们用信念来做志工的。一个人有信念的时候，是不需要管那个情绪跟生存的。你的情绪说解决不了，那就不要解决啊！我心情很烦躁、很忧郁、很焦虑，那就不能解决，就不要解决啊！怎么样跳过去？有2种一个叫向前修行一个叫向后修行向后修行就是好，你去买100块砖头买砖头干嘛？早上就从家里搬到门口到了傍晚再从门口搬回家里好累如果你住楼上的更惨。你做完这件事情很累了，你就不会焦虑了。这叫做向后修行向后修行。向前修行就是像你们这样有信念，
出来外面做事，为别人忙，为别人死啊，这样知道吗？为别人忙，为别人死啊，这就是信念。有人没有走到这里啊？好，那我来讲一个皮亚杰的儿童认知理论，自我发展，这跟小朋友认知有关。儿童在2岁前，他当然不晓得隐形的存在啊。如果你家里有孙子比如说你拿一个玩具，然后放在手后面，然后那小朋友就吓了一跳，说玩具不见了，他没有办法知道说被你藏在手的后面，但是大一点他就知道了。好，再来第二个，到小朋友小学以前啊，他的认知就是我的认知啊，他不知道别人有别人认知。比如说他今天吃的这个点心，他觉得很好吃，然后你跟你吃，你说不好吃，他会很惊讶。我觉得这么好吃的东西，怎么可能会有人觉得不好吃？他的世界认知就是自我的认知而已。有人到现在还是这样呢。好，我明明觉得这件事情这么好，这个人我那么支持，怎么可能有人不支持？所以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啊，一直到青少年到学校去以后，才开始有发展出原来我有我的认知，你有你的认知。那是皮亚杰第3个阶段，到第4个阶段，他才会去综合归纳这世界上除了人以外，还有宇宙的道理啊之类的。所以这是到第4个认知阶段。有人一辈子都没有，还一直停留在自我认知，不能理解别人的认知。那这个给各位参考，你们遇到的这些青少年基本上他从安全的依附，一直到自我的发展，都有问题。这些问题呢，因为安全不够，自我发展不够，就卡关出事了。这还是正常的小朋友我还没有讲到待会要讲的3A 的病一个人如果家庭不安全，爸妈生小孩很多，或爸妈本身自己就有病了，所以没有办法好好照顾小孩。小孩子不安全，不安全感的小孩会怎样？大概不安全感的小孩占了一半呢。你知道那个父母都是新手如果父母本身又有情绪疾病或经济困难，我告诉你乱七八糟的，所以只有一半的小孩会得到正常的安全依附，那一半的没有得到的他会发展出2种个性，一种像狗一样的，又占一半。狗就是什么？一回来他就会讨好你然后摇尾巴，因为他知道你是他的主人，他不挑的。第二个是像猫一样，猫是什么？你一来跟他玩，他都不理你，一脸很酷。你如果再摸它、咬你、抓你，但是猫不需要爱吗？猫也需要爱呀。猫只是不想把感情放在你身上，因为它曾经被伤害，所以不要被伤害的方法就是不要放任何感情。但是它其实是要爱的，所以它是用猫的手段，还有用狗的手段。比如说有些人比如说女生比较内向然后她可能家庭不安全，或者是曾经被抛弃过，她就坐在旁边静静的。那一种比较安静的、不理人的、有防卫心的，你去跟她交流接触，她真的很冷可是，一旦你不断的交流，好像什么，然后他终于被你融化了，那他就连你一辈子。他只要被你接受了，他就认定你。认定你，就是说他把以前没有得到的爱，全部连在你身上。他会全心全意的为你好。可是有一天他发现你骗他，他就把你杀了，就这样，一起死。因为他已经没有退路了，是不是一个很悲惨的、很激烈的故事？所以不安全感会造成像狗一样，跟像猫一样，他的人际关系不是太冷就是太热，不是太冷就是太热，不正常啊。所以你如果有朋友对你很热很热，其实他不是对你热，你没那么好了，是他对每个人都很热，他喜欢巴结讨好所有的人。你叫他做什么，他不忍心拒绝，不能拒绝的人，说：“我跟你讲
我这个有卖一个直销产品，对你帮助，你帮我一下忙，帮我一下忙啊！你为什么要买？你那种东西根本没有需要，你是为了要跟他交朋友的。为什么每个人都要跟每个人交朋友？因为你有不安全感。你小时候没有安全感，你用这一种方法来交朋友，得到爱，像狗一样的，只要有可以得到爱的，我都要得到，巴结所有人。有人是太冷，就加啦，没反应，不喜欢交朋友，关在家里。我不需要朋友，我没有需要朋友，为什么？怕被伤害。有一种女生她这个故意把自己吃胖哦，然后交不到男朋友，因为她本来被人家甩的，受到伤害，她不希望再受到同样的伤害，因为太痛苦了，所以她就把自己吃胖，吃得更胖哦，吃得更胖以后就没有人会招惹她了，连交朋友被伤害的机会都没有了，这样知道吗？所以为什么不能瘦回来？因为她放弃这件事情了，而且她还放得很彻底哦，把自己变胖哦。那人家说我没有要变胖啊，我瘦不回来。她潜意识里面就是不要瘦回来，不要招惹她，她不想要受伤害。好，这是不安全的依附。有人自我发展呢，也走得不顺，因为爸妈呢威权控制啊，什么都用规定的，按了对啦。结果呢，他从来没有自我发展，然后他也不知道自己是谁，然后他只会本能的反应，本能的反应。然后这些没有自我发展的人处在那种，比如说爸妈用那种硬的、打的、骂的，还有一种是蛮可怕的，也是情绪勒索的，也就是小朋友问说可不可以跟同学去玩，妈妈就说你去啊，你去啊，你去啊，就小朋友就不晓得到底是可以去还是不能去，你去啊，这种情绪勒索，这高招呢，我刚才搞到他真的不晓得怎么做人，所以他没有办法发展他的人格，他没有办法发展人格，然后他就没有人格的人，变成一个没有人格的人。好，这些都有问题。我讲到3A 疾病，第一个 ADHD。想要从医学的角度来了解人生的问题吗？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分享给所有的亲朋好友，让我们一起提升台湾的医疗文化。